潜艇乃无影去无踪，因其猎杀效率极高，也被广泛称呼为狼群。无论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狼群，还是冷战时期苏联红海军的狼群，都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祖国万岁！即便是现在，在海军力量相对弱势的一方，只需要装备几艘潜艇，就能在海战中获得巨大的战略性优势。之所以区区一条潜艇就能挑战一整支水面舰队，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潜艇可以借助海水获得极高的隐蔽性。因为水和空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介质，电磁波可以穿透空气，但无法穿透海水，所以人类可以凭借雷达等设备在几百上千公里距离上就探测到飞行目标，但是在水下就只能依靠声呐进行探测。所以对于潜艇而言，降噪就是其最重要的隐身手段。最近北京理工大学开发的一种技术，让中国潜艇的降噪技术一下子拉开了和国外的距离。其实北理工使用的是一种名为特低铁的材料，这种材料本身并不稀奇，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其特点就在于可以感应压力，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同时也可以感应电流，将其转换为振动，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声响。这种材料的性质和家用音箱中的磁铁喇叭的功能类似，可以自由转换电能和机械能。虽然这种材料并不新鲜，但是北理工开发了它的新用途，给敌方声呐扣上一副降噪耳机。降噪耳机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声音是以波的形式对外传播，所以叫声波。而既然是波，就有波峰和波谷。降噪耳机就是通过探测声音的波峰和波谷，然后释放相反的声波。也就是说，当传入声音是波峰时，降噪耳机释放一个波谷，而当传入声音是波谷的时候，降噪耳机释放一个波峰。这样波峰和波谷的叠加就抵消了声波，从而让人感觉安静。北理工开发的新技术就是应用了特低铁的电能和机械能转换的基本原理，把特低铁材料做成薄片，贴在潜艇艇体上。当这些特低铁探测到声波信号时，会立即对其进行分析，然后释放相反的声波信号，和接收到的声波信号形成对消，从而实现潜艇的声学隐身效果。根据介绍，这种特低铁材料最大可以发出高达147分贝的巨大声响，而且这些特低铁还通过专用电缆和潜艇计算机相连，不但可以用于对消外界的声呐探测信号，还可以作为潜艇本身的主动声呐发射机使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然，这种特低铁材料不但可以主动对消敌方的主动声呐探测信号，还能抵消潜艇自身所散发出来的噪音，这样潜艇内外都会变得安静，不但有利于潜艇兵的生活起居，同时也能大幅降低敌方被动声呐的探测效果。这么好的潜艇隐身衣，我们的潜艇什么时候能用上呢？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以往美国海军一直很看不起中国的核潜艇，经常戏称说，当中国的核潜艇离开青岛基地的时候，位于佐世保的美军监听站都能听到声响。但是最近10年来，再也听不到美国海军说类似的话，因为最近10年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没有一次成功发现中国核潜艇的记录，别说什么就是为了一旦开战后可以给中国一个突然袭击这类的话，因为发现潜在对手核潜艇，并且予以公布，这是一种政治宣传，一方面可以显示美国海军的先进技术水平，同时也是对潜在对手，比如中国的一种心理威慑。而10年来美国都没有公布过发现中国的核潜艇，那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现。由于特低铁材料使用的是物理手段进行降噪，而且这种材料的变化范围非常宽泛，可以发出各种不同频率的声学信号，所以从理论上说，特低铁材料就没有破解手段。这大概是美国海军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不过特低铁这种70年代就发现，而且还是美国最先发现的材料，为什么如今能在中国北理工焕发青春呢？其实只要看看它的名字，特和低，这都是重稀土元素，而重稀土元素咱们中国是最多的，而且我们中国的稀土冶炼技术也是全球第一。因为有了充足的材料储备，北理工的工程师们才能充分的放飞自我，为我们的潜艇穿上隐身衣。